哎，长官，你看这条鱼的图案挺有趣啊。这条鱼果然不凡啊！头顶上有金疤，这是代表祥瑞的意思。是吗？要不宽点放？啊，不，这是参蜀放生的功德啊！三叔啊，今年禁杀苦修，一个月一和我一起呢。当然有趣了，长官。每次跟你去禅修，我都获益良多。三叔过奖了，你主要是不了解我的情况。我媳妇和兄弟常年伺候在大茶司身边，日常会得到茶司的指点。说到底，我这算是开了个小灶。要说到耳目聪明、慧根清净，参叔还是更胜一筹啊。你客气了。我最近跑边水啊，途经那个中部，我发觉已经没人走活牛啊？不可能，中部那条泛牛线是最活跃的，不可能没得人做啊。不是，他们不是不做，只是不做活牛，他们现在改冷冻肉了。冷冻肉。他们求一个短平快啊！你想，一只牛把骨头拆掉、皮去掉、内脏不要，剩下的都是肉啊！这么跑一趟比活牛的量翻好几倍的。还有就是途中饲料都省了，不用喂牛了，是吧？所以我想啊，长官你可以考虑一下，这个可能是未来的大方向。三叔果然是算了一笔好账。这种算下来，或许啊，这个利润会比走私活牛多。但是冷冻我不懂啊。而且这个前期投入应该会很多吧？这个也不急，我可以先去打听跟学习一下啊。毕竟那个物牛是我老本行嘛。三叔这个提议好。毕竟那么大的事情，我还要再考虑哈。是的。这里空气好好哈。不好意思啊。您就是我舅的朋友？神仙感啊，对，叫我救星团就可以了。对，这就是我舅的车。你再看看车牌，你确定是他？我确定，我认他。他人呢？之前我们通完电话，我就去查了一下，结果你们大使馆正好在协调人道主义通道。这个照片就是跟着第一批撤出来的中国人一起撤出来的。那他们还会再去吗？肯定嘛。不过这份事情协调下来可麻烦，再来一次也不认得，要等到哪时候？毕竟是在打仗。我是没明白，这边他是没有法律吗？那地方武装打起来了，然后联邦政府不干预不管，又弄点大兵把路一围，也不让进不让出，这到底是干啥嘛？好吧，我这样跟你说嘛。最初呢，为了缓解殖民流亡的战乱，这个国家最大的两个邦，博邦和摩邦，签订了一条停战协议，也就是现在的南博自治的博摩联邦。
但是，哦，你看啊，这个地方在协议上面呢，这点是属于摩邦政权，但实际上这个地方被一个叫巴隆的军阀控制，号称自己是南摩邦。那就这个地方是封锁区啊，现在是呢，一直以来这里都是摩邦吃不下来的地盘啊，一块废地。你舅舅进去讨钱的那个散卡，他之前就是巴隆的副手。我还以为他就是一个做生意的老板。总之嘛，封锁起来就是要等里面打了200局胜，熬出一个残局。所以你现在认得为哪样进不去了吗？反正就等使馆消息吧。我再接着想办法吧。那想办法是需要多少钱啊？你想多了，我不是要敲诈你，你看不出来我是好人的。哦，看得出来，你当然是好人了。你是警察吧？哦，我刚看有手铐。哦，你也挺海鲜的嘛。好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啊对了，你回国等也是一样的，你没得必要一直守在这里。有下事了，我直接联系你们大使馆。没事儿，我就在这边等吧。要有点什么问题，我第一时间也能出。那你那个工地都没得了，你住在哪里？我后来又找了个活儿，给人拉货。哦，好嘛，你结账哈。哎，有事打电话。哎，好，好。这是过节呢是吧？连参加婚礼都认不得。来，听走！开了嘛嘛么么，你咋个开的车？不会开像是没开。走。来赴宴的嘉宾都是有分量的，这样就可以顺便打听你舅的身份。谢谢蔡叔。听懂，马上听。哎呀，三松，蔡叔，蔡叔，大弟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久等了。哎，哎呦，谢谢蔡叔阿姨。哎，阿信，胡老板，
长官你好，好久不见你啊，风采依然。这位啊，我同你提过个磨坊山五海山啊，哎，说长官，海山先生你好。我们这里天气太热了，先到里面喝口茶啊。来来来，请请请。哎，说长官，我代表我们相龙商会过来给您道贺，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礼物。花岗的炉，磨矿的红，果然厉害。小小的宝石，不成敬意。我们陈会长啊，期待有一天我们相龙商会能够和麻牛镇合作起来。这个提议好啊。你们陈会长啊，跟蔡叔一样，都是华裔，我久仰了。有机会喊他来我们麻牛镇坐坐。哎呦，求之不得。谢谢蔡叔。皮黑，皮影靠捧上了。这位应该是乌康马哈达禅师的秘书长插破身上是吧？瓦萨里，久仰久仰。不敢当，想必阁下就是达班的猜叔吧？姐夫最近没少提起您。啊，我跟阿修长官很多年了，都是同修。年底我们还约了进山呢，就苦行了，很辛苦的哦。姐夫，这位是？吴海山，上龙商会的。恰佛先生，幸会幸会啊！啊，这样，仪式要开始了，要不我先去占个位置。好。这个啊，是有一点寓意的。你跟魔啊，渊源深厚。还有魔呢，是一夫一妻的动物，一生一世，代表你跟夫人长久恩爱，是吧？希望你师姐会喜欢。一定会喜欢。那就放心了。五位大师的手笔，大师有眼病，近些年作品很少见啊。蔡叔费心了。哎呀，送给你的一定要费点心意啊。还有这次去马姐的路上挺有趣，还看见很多冷冻肉的车。我之前跟你提议过，你说你回来考察考察。是蔡叔。你说呢，确实让我很动心。姐夫，仪式要开始了。但是，毕竟是转型，那么重要的事情，我想前期投入会很大。说实话，我是心里面没得底啊。没事没事。前面准备差不多了，仪式要开始了，我们先过去吧。请。蔡叔，请。好，不打扰不打扰不打扰。
钢叮当，饼干里烤卡开，车拼萨基，烤个饼里卡破，马哈乌卡昆沙坡。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我还有个消息要宣布一下。曾经送给巴龙人的头目，如今年岁已大，正好也是接他回来养老。他说。 班龙是那民地伍的头嘛，在帮索去打仗的，他咋跟艾索认识？废话干，艾索当年就是把墓先给搬了，才有了现在治安官的位置干。阿星啊，这次婉拒赏赐的事情做得很聪明啊，财叔现在很看得上你。另外啊，你不要太着急了。 财叔这次来是和艾索谈生意的，生意谈成了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救你舅舅，那就是一句话的事。在三边坡啊，莫被视为神兽，发现莫的人，一辈子会走好运的。哎，你看，艾索就是这样的人。就是花榜上的神兽。 再说，海山，这个，来，哎，粗茶淡饭。长官。来，啊，这个，海山先生尝一尝这个，对，刚上桌擦手啊，太油了，擦手就是吃了我的狗。这是不想吃斋饭，想吃牛肉啊。 老刀，杀牛。他是我新收的徒弟，没見過世面，下流埋齊你，冇見怪。好，烤菜腾了。埋汰，慢下康台，慢看。送完半大米房，摩托塞连不来，杨米来地下送，我看买不来。買個皮卡娃娃金寶，給那農產買可能踩，mặc它白危險。才说，阿嘎烦劳你那人。哦，不麻煩，他開皮卡爬山很快。哎，来。
中国的。啊。你也是中国的？我不是。这里老师必须学。我叫兰波，你呢？沈星。你刚刚是阿爸不高兴？谁是你阿爸？艾所长官。官儿队都是阿爸养大的。你是不是偷吃牛肉？没有啊，你别瞎说。马牛镇禁止吃流沙牛，偷吃也不行，抓到就杀死。那你阿爸干嘛还贩牛啊？信仰就是这个，阿爸是最虔诚的信徒。那卖出去的牛不就是挨宰的吗？这虔诚吗？出货的牛不算。卡普先生请来的比丘有超度法会，每头牛都有自己的法事。比丘超度了他们的灵魂，生下来是壳子，可以卖。不就是自己骗自己吗？卡普先生请来的比丘是乌卡马哈达禅师的徒弟。乌卡马哈达禅师，没听说过。哎，你看，那座佛塔就是阿爸为他盖的。所以你阿爸才能贩牛，原来是在他禅师那儿给他背了书。对，哪个书啊？哎，前头左拐。谢谢夫人。哎，麻烦夫人了。夫人呐，我们打扮地方小，那份礼已经是我们找到最好的，希望你别见怪啊。谢谢蔡叔的厚礼，我非常喜欢。你喜欢就好，放心啦。哎，蔡叔啊，你不是为马牛镇还准备了一份厚礼吗？那也不是什么厚礼，只不过想带给艾说带人一个小小的惊喜。嗯。3天多啊，这几天呢、真的热。这些肉啊，在路上4、5天了，没变过。这个车可以，确实可以保存很久啊。屠宰行方面，我在马牛今天选了一块地，如果可以动工2个星期能盖起来的。这个惊喜确实是惊着我了。哎，我知道啊，这几天是长官你布施周围村民的好日子，就让我沾个光取喜一下啊。这几车就算我了。谢谢蔡叔。我可打点一下。哎呀，麻烦夫人。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这里2个，里头还有1户，也是2袋。哦，行。慢点。哎，住！咋了？哎，兰波，在哪儿呢？哎！兰波，要上哪儿去啊？这么说，他愿意承担转型之后的所有成本。他是这种说呢，那缆车我也见着了，日本货不便宜。我之前打听过，那些中部的牛贩转做冻肉之后，利润都翻了番。如果转型之后那些琐碎的事有现成的人揽了，倒也省事儿。你几个好了跟我走啊！好。兰波，你让人去把车停下来啊！我这些都是树，太危险！感谢蔡叔的厚礼，一个好主意嘛，可比金子还值钱。艾索，你觉得呢？
三叔上次提议以后，我就喊人可考察过，冷冻肉确实是未来的发展方向。是的，但是就是认不得，三叔你做了那么多重要的工作，理想的回报是哪样？我想入股3成。这个遭吓到了。刘贩子对偷货的是零容忍。不就是几头牛吗？至于吗？至于。你要晓得，贩牛归根结底就是路段控制。大牛贩子一般都是各个地方势力的联合代表，他们在重要路线上一早就划分好了地盘，不许别家来沾边。一旦发现，杀牛也杀人。既然都这么危险了，那偷活的不怕死啊？最近几年边境管得越来越严，好多路都遭封了，但是爱苏的路畅通无阻。一个是因为他治安官手头有权，二个是他个人修路铺路。这种情况难免有那些走投无路、胆子大的人过来偷货。主要是杀人的是那个兰波，他也就刚成年没多久吧。兰波的情况就不一样嘛，兰波的身份是孤儿队。艾苏小时候也是个孤儿，吃白家饭长大。后来运气好，捡了馍当了治安官，但是当地民众见过他不穿裤子的样子，觉得他只是运气好，大家都不服管，所以艾苏就收养了马牛镇里里外外的这些孤儿。小时候给吃给喝给学上，长大以后就要给他做事。从那个以后就建立了孤儿队，又做慈善，又巩固治安，艾苏的威望就建立起来了。驼子哥，这次的生意谈得还顺利吗？还没落实的。按说要時時都喺配合嘅效果，你們可以先正式合作。什麼事都別急啊，我會找個機會請他打聽舊的消息。謝謝蔡叔。地趟東牛的能念啊，你跟丹頭去跑吧。好。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路趟熟，看看路况和车程，还有往返时间，确保装载到运输途中整条能源的完整性。这屠宰场离马牛镇够远的吧？这边猪肉需求量大，每天凌晨屠了，直接拉给市场，不需要冷冻。所以三面坡有冷库的屠宰场不多，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家，远一点也没办法。这个地儿，这个风俗就都是拿牛当神兽那么供着。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看的纪录片，
说是婆多那边的牛都可厉害了，人啊车呀，看见牛都得让路，让牛先走。我就琢磨，我要拖上成牛啊，我肯定拖上到婆多享福。三边坡贩牛主要是3个路线，中西北，快速扒到北边，西边和婆多接壤。你说西边那么多牛，是从哪点收的吗？婆多过来了，不能吧？信阳也是有价格的。下辈子还是当人吧。没得事的，稻草人放在这个路口上，就是为了警告那些偷货的人，因为前面就是爱苏的路。不是一定死了人吗？王三林，王三林，跟到我。老板说了，让我带你们走一遍，认一下路。来嘛。哎，你怎么还带枪啊？咋了？你出门不带枪？走嘛。停！咋了？整条路都在林子下头，只有前路那个回头弯没得。阿爸说了，云的后头有眼睛，不能近，要快。可记到？晓得了。走啊！这边就是交界，穿过这些林子就出去了。快走，宝宝。炸油几种，8万来。有吗？都系好绑紧了哈，不要颠出来。肉运回去马上装车，天热容易烂。心烦的肚子上，你少跑野生的时间我就已经过得劲了，绕哪着耍我呢？
咱这任务算完成了吧？剩下就是他们的事，我去边境办点事，你在这儿等等我，啊。哦。行。这三边坡咋还有这么冷的地儿？那边温差大嘛。哎，等会儿，不行，快！咋个了？有东西进去了，快不行！啊，他爬了。不要动！哎我。哎。啥？小媳妇儿。我。小媳妇儿，天哪！你还吃有吃住啊？你商量下吧。不。哎，你是乌龟啊，缩头缩脑的，胆子嘛够小。恶心。那个兰博也恶心啊。就是觉得。让他自己守车就得了。你走快点儿，这就出去了。这是啥镇子呀？为啥这两边区别这么大？你仔细看哈，有条河过去了的嘛。来说为哪样要出钱，加宽马帮道，因为走出来就是3个国家的边境线。说吧，有咩讲？蔡叔，这次马牛站的生意，你说是大班的头等大事，省心压都不动，还怕这样怕那样的，跟过去怕是要把事情搞砸的。你家姐走之前有咩交代你啊？守得蔡叔，不搁蔡叔在起。咁你覺得你有冇完成任務啊？到底你係因為你家姐，留低沈星係為咗單拖啊？来，在这儿给你放2个小时假，你可以去周边转下。你去哪儿？拉赞。我跟你一块儿吧。你没得证再过不去。1点钟，在这儿集合。我也没得其他意思，就是怕外人嘛靠不住的。其實啊，冇分咩愛人唔愛人，只要你知道佢想要啲乜，就能夠把握佢，就可以用佢。台叔有客人。哎，苏来了。係叔。啊！你嚟都唔早打電話俾我，等我好準備招待你啊！瓦萨利，瓦萨利，蔡叔这样说就见外了。我新得了一尊佛像，是从圣地茶陵流出来的，不俗啊，所以带过来给蔡叔看看。不，相容可视，引往张言，难得。蔡叔喜欢就好。蔡叔，我来是要当面给你道歉。
哎呦，怎么说呀？财叔不嫌弃，这尊佛像就算作是我的赔礼。快点嘛，路不好走。车呢？人呢？他换个金项就想把大板推掉啊？不止金项，还挨切那套路都补回来的了，冷车全部买走。还讲呢，为了感谢财叔提的这个主意，要再给我们一笔钱。我们前前后后费这么大的劲，就为了那点钱啊？按说他为哪样突然反悔啊？查帕話佢諗嚟諗去，覺得喺馬牛鎮做殺牛生意係件大事，萬一激起民憤又兜唔住，所以佢就喺馬牛鎮隔離個馬邑揾咗個老細，係有屠宰場同埋整套冷鏈設備。艾索為啥聽他呢？他說哪樣就哪樣。查帕同艾索係5分嘅大股東，主要查帕係可以拉動大禪寺嘅資源，同佢做殺牛嘅背書。你睇下呢個金佛。造型還可以啊，但係重量就確實夠重啊。那這個事情就這樣子算了，我們的計劃咋辦？艾蘇嘅面子功夫就要滴水不漏，唔令佢呢個情當場同佢反面，咁以後打扮就更沒戲了。财叔，您的意思是还没放弃？赞托啊！你的性格啊，还得沉一沉。啊，晓得了，财叔。我有查過嘅新老細叫做 Tisa， 本來係做殺豬，所以佢有屠宰場。但係只要個底細，我諗你哋都去查一查。只要有一個缺口，我就能夠打開整個局面。到時達班係仲有機會。这哪还有工程车？这里边还施着工呢。晚上8点看看。也太快了，来走。妹们，又拿你了！下去拍呀！你不在疼，你们可以。要不你多开2杆。来了，不来，来了，好吧？咋等，别等了。咋回事啊？艾索说谎了。啊？刚才那些司机在跟经理抱怨，开冷车麻烦，还培训这些。艾索不是说这个屠宰场有完整的冷链，司机咋可能没开过冷车？对呀。拿你了！不来。他们不在疼嘛？咋等，别等嘛！
们是在拆还是在盖？应该是盖，这材料全是新的，那肯定是盖。他们年夜加盖这个拆迁，所以根本就没得人工的。对。哎，他怎么？